千亿级规模的众邦银行爆雷了，今天正式被央行接管。当然了，真正出面的是中国的金融管理总局。但问题是啊，人们就关注了这100亿级的窟窿，最终谁来还？我明确告诉你啊，现在的武汉市、湖北省肯定是拿不出这个钱来，他也不想拿。问题啊，就出在这儿，最终还钱的还是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背后的每一个中国人民。今天我从5个方面给大家聊聊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大事儿。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家银行跟你没关系，只要是中国人，他都有关系。我们看了一下新华网啊，今天发了一个重磅的报道。这个发布机关是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的金融监管总局。总之啊，就一句话，在武汉的众邦银行已经爆雷了，现在由中央直接接管，接管期1年。但这里面有几个角色，大家必须要分清楚。武汉市政府牵头负责善后，其中有一家市属银行叫汉口银行，负责具体的托管。我感觉这冤大头啊，最大的可能就是汉口银行了。一会儿咱详细聊聊他为什么不敢接这活儿，但是不得不接。我们先说这个众邦银行啊，很多人不清楚，但是对于武汉人来说，这家银行有的时候你必须把钱存在他那儿，因为这儿有一个逻辑的闭环。在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下，这家银行上市公司2024年的存款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高的时候达到了1300亿，这可不是一个小卡拉米，是个地方性的较大的银行。首先我们看看它股东是谁啊？100%全都是民营企业，它倒不一定是谁的白手套，但是在房地产火的时候，这家银行啊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我们给你数数它第一大股东叫做卓尔股份，这家银行的所在地就在卓尔国际中心。大老板啊，实际上等于为了自己的地产业务开了一家银行。第二大股东啊，也是搞房地产的，叫当代集团。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当代集团的老板现在已经被限高了，连坐这个高铁啊、飞机都坐不成了。那第一大股东啊，现在对外欠了1000亿人民币。你看，前2大股东，一个30%，一个20%，已经是50%的大股东了。那第3大股东啊，也是20%，叫做易网通科技。你听起来呢，以为是一家科技公司，实际上它是第一大股东卓尔股份的一致行动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另外一个变身。这就很清楚了，30%、20%加20%，合计大股东啊都是玩房地产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家企业能做到1000亿人民币的存款都谁的钱？我看了一下数据啊，80%是个人存款和小微企业，都是老百姓的钱。另外啊，我们来看看这家企业的钱为什么必须得存那儿？这就涉及到呢，这个卓尔股份啊，它对外搞了很多的产业园，除了卖房子之外，它更多的是玩这个物流园或者是产业园的。你只要在我这做生意，开档口，租我的房子，你最好把银行开在这个众邦，这不都一家人吗？因为什么呢？结算起来方便啊！你想想，有8万家商户开在这家企业，开在这家银行，这钱啊，实际上就是现成的。除了锁定这个卓尔系统的商户之外，第二个就是广大的湖北省以及周边的这些老年人。在这儿我必须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
你要是年轻人，你都没听说过这家银行，你怎么可能敢把银行存给他呢？对不对？你1块钱都不可能给这家没有任何商业网点的银行吧？它纯粹是个网上银行，只有一个总部。实际上，对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人来说，一听说朱二这么大企业下边的银行可靠，最关键的业务啊，它有一个叫高息揽储，它专门揽那些养老金。岁数大的人呢，他就认收益高，而且告诉你这是咱们这个朱二集团的，这么大地在这儿呢，能亏钱吗？所以这些老年人啊，就会在中农工建把这钱就搬到了众邦银行。他们实际上赌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它有个存款保险制度，50万人民币以下，如果说这银行崩了、爆雷了，最终啊有存款保险能给你搭上。按说呢，人们想的是这么纯洁啊，实际操作起来啊不是那么回事。那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事儿呢，它这么大窟窿怎么来的呢？那就涉及到什么呢？内外夹击。咱们先说内吧，在央行啊对这家银行曾经做出过处罚，其中有一个罪名呢叫做股东原因导致内控失效，这只是处罚过一次啊。另外一个罪名呢叫做违规发放关联贷款。我感觉这2个罪名讲的应该是一件事，就是股东缺钱了，我这欠了1000多个亿，那钱从哪儿来呀？正好我控股的这家银行上面趴着老百姓的1000多亿了，那直接就过来吧。所以说，以股东原因导致了违规发放贷款，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呢，就是大股东拿着银行当自己的提款机了。至于说具体提多少啊，只能等待接下来啊对外披露了。这是第一件事。很多人呢听这个戏码怎么这么眼熟呢？是的，恒大欠了2万多亿的窟窿，其中啊他拿了1000多亿是在盛京银行，他就曾经入股了这家盛京银行，而且和这个辽宁的官员勾连。既然说你省市领导搞定了银行，我又是股东，拿点钱也不为过。当年盛京的银行啊超过了1500亿，你看这窟窿最终谁还的呢？是辽宁省和沈阳市还的。这有时间啊我们再聊这个事儿吧。好，这仅仅是大股东的抽血，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循环，就是这家银行的行长啊本身是个技术派老银行家，他不是玩房地产的，但是你顶多是个打工的，你还得看老板的眼色。为了堵上这些窟窿，他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了，老板你把钱拿走了，你又让我盈利，那我只能高息揽储啊，没有第二个办法。高息高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发明了很多产品，我刚才去了这家公司的网站，那些产品现在还在呢，有的叫什么众邦宝，什么众利多，你听这名字是专门给这老年人设计的，一看就懂，众利多嘛，那肯定利息多呀，多到什么程度呢？1倍。如果说正常的银行5年期是2.5的话，他直接干到5，你要说这不违规了吗？他有的是办法呀，他告诉你我也给你3左右，但是我给你另外的积分返还，或者参加各种活动，而且他把这利息啊不是说5年后给你，按月给。你要是老年人你也动心啊，按月拿利息，这多稳啊。但实际上这些钱就完成了一个借新还旧庞氏骗局，终究啊老年人的钱干掉了。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事儿啊，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这家银行啊它也不干净，它参与了高息的借贷。因为这家银行常年住在哪些机构呢？它虽然没有这个营业网点，
他常年住在京东金融、支付宝啊，什么微信支付，包括各种什么度小满啊，什么360金融，这些都是臭名昭著的这个网络银行。他们就主要给那些装了这些 APP 的人，那些购物党，大学生没工作，哎，我人家刷一个度小满吧，我刷一个支付宝吧，买个200块钱的东西，他都能让你免息啊，贷款1年。这就什么呀？导致很多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也深深的陷入了网络贷款。那这些网络贷款啊，可不是说支付宝虽然它自己有网上银行不够它只能找那些小银行，你给我出钱，结果是什么呀？利息啊给的相当高，真正花100块钱，最终你还也可能花200块钱，这个不就是吸血鬼吗？所以说众邦银行就是众多的吸血鬼之一。很多年轻人啊，1年以后还不起这个钱了，他们就把这些产品啊打包给了催收公司啊，专门打电话啊，给你什么亲戚朋友啊打电话说你欠钱了，赶紧还钱。所以说这是一个毒瘤级的产业，它倒闭啊或者暴雷啊一点都不新鲜。咱们总结一下，大股东完成了抽血，还他的1000亿大窟窿，实际上也不一定能还上，全抽干了你也还不上啊。第二，为了应对这些窟窿，他不得不推出一些高息的产品，以为能够弥补损失。但问题是啊，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很差，原来卓尔的一些商户啊倒闭了啊，不干了，回家人抱孩子去了，回家种地去了。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完成了什么呀？两头夹击，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大老板又抽走了，现在就到了不得不让中央直接接管的程度。那我们说第3个事儿啊，这1000多亿的银行窟窿啊，至少100亿，谁来还？在这个公告里呢，其中有个角色叫做汉口银行。我给你扒一下这汉口银行的背景是什么呀？只能是它，因为这个武汉众邦银行所在地啊，它就在武汉市，所以武汉市你自己要消化自己的问题，而武汉市只有一家市属城商行，就叫汉口银行。这家银行我看了一下，现在还没上市呢，去年满打满算赚了10亿到14亿人民币。1年，正规银行才赚了14亿，他面对100亿的窟窿啊，他肯定还不起，而且也不应该他来还，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他现在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干脏活。他真正出的什么呀？人。他出的人啊有2部分，一个呢，各网点就开始兑付这些钱了；第二呢，就是网上系统。这个众邦集团呢，它的银行更多的是手机上的 APP， 拿出来，我这个钱该拿出来了，还有80万的，一看出事了，赶紧兑付啊！在集中挤兑的时候，后台谁来干这个活？那就是这个汉口银行。当然了，他还不起，但是活他要干，要出人，要出钱，出技术。估计这 IT 部门啊正在加班，保证这兑付呢。除了这个汉口银行以外啊，那武汉市能不能还呢？目前看啊，太难了。咱们看一下武汉市2025年的 GDP 呢是2.2万亿，听起来挺多是吧？那都是纸面上的钱，真正的财政收入它只有1750亿。这1750亿啊，那都是刚够吃饭的，就刚够养老、医疗、教育什么基础设施，刚够这个的。除了这个之外啊，更重要的是武汉市现在的债务已经是1万多亿了。我们先看一下它公开的城投债合计多少呢？是7500亿。你看看，7500亿，现在大窟窿他自己都还不了。
事实上，有一些非标的债务加在一块儿，通常是它的等量的，也就是1.5万亿。你别听错啊，1.5万亿是它的真实债务。武汉市还想办法在解决自己的化债呢，他哪来的钱再去赌这家民营银行呢？所以说，我们又回到了，就是说武汉市也还不上，或者有心无力。那湖北省总可以吗？湖北省肯定不管，因为湖北省觉得你武汉市出的事儿，你跟我是分家的，我是单过，而且我还要照顾什么荆州、什么十堰那些贫困地区的钱，我的钱也不够。所以说，最终买单的呀，目前看叫做存款保险。而存款保险是直接央行出的钱，央行的全称叫中国人民银行。我感觉它完全可以再叫个名字，叫做中国人民还钱。各地的债务最终各地解决不了，还得是央行出面。咱们看一下2025年这个中国印了多少？是21万亿人民币投向这个市场，20多万亿，这不等于就是原来1块钱的馒头也许得卖到1块2到1块3，最终是每一个花人民币、持有人民币的人，把这钱直接给它消化了。所以说，中国人民还钱是名副其实的。好吧，这个刚刚发生的暴雷事件给大家梳理清楚了。你有什么观点呢？可以发在这个留言区我看看大家有什么说法咱们共同来探讨。如果说你就是武汉的这家公司背后有什么猫腻，你也可以给大家这个聊一聊，看看它背后是不是比我们讲的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不堪吧。当然，据我了解整个的湖北省的金融口都是非常难的，因为除了武汉还有其他省市都各有各的窟窿，这不是说你100亿我100亿就能够解决的，最终还得中央出，中央也没那么多钱。在这儿我必须给大家聊一个历史的事件现在的金融管理局几乎就变成了擦屁股的这么一个部门了，跟原来的这个银监会还不完全一样。原来的银监会权力很大，它既做服务也做管理，而现在的金融监管局最重要的是什么？防范金融风险。我看了一下公告的这个关键词，它提到了有个叫严重信用风险。其实老百姓你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暴雷了。这1000多亿，那是表面上，实际上大股东抽走了多少，放出贷去多少，我估计几亿都不一定能拿得出来了。好，这个呢是咱们第一次直播先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聊聊。我不清楚能不能听清楚我说的，希望没有白录好吧，今天咱先聊到这儿。我准备呢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明天美国的独立日7月4号。现在的美国和250年前的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聊，下期再会吧。